轩，今天全世界都在看这两人，高市早苗跟川普来见面，他直接跟川普讲说，他说我带来一个提案，他带来一个什么提案？你看到今天日本媒体怎么讲？原来这个提案里面，他说跟台湾是有关系，台湾海峡的现状变更是反对的。原来他的提案里面不单单只是美日的能源之外，还有飞弹、台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现在看到这两个见面最紧张的是谁？就是中国了。这两个人怎么会好成这个样子？照我们讲，两个人都是最凶狠的，结果当他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中国只能在旁边瑟瑟发抖。首先第一件事，你看哦，高市来哦，不是空手而来，日本人哦，欧米亚给他破出类出来，我就跟你买能源，那不管你是核能 SMR 呢，我就重压在你美国11兆、12兆，我就给它给瑞。以前日本是什么？脆弱的国家，对，高市在他的书里面一直写到，我们的能源高度仰赖进口，未来它会变成什么呢？来，兆和哈，他这边写战略可控，这个算是客气了，我直接帮你注明一个名词，未来变美国的堂口，美国的堂口，对，就在亚洲地区。日本是不是大量承接了美国这些能源的输送？对，在未来会不会变成是日本说了算？我今天我高市调卡人去做堂口，你今天中国要是不是？来，美国说去问日本，所以亚洲的这个能源都要听高市早苗。对。阿拉斯加那根管子就接到日本来，对，以后这个管子就是我来画的，对啊，就是我来围的，就是老大给高市这个堂口，然后讲我把你来以后吼，就你来画书吼，那是韩国不乖你给他处理一下，断掉，菲律宾不乖处理一下，这个谁不乖处理一下，台湾不要处理，所以你看未来很可怕的那边，结果美国挺独告对，直接跟你讲说台湾海峡的现况变更。你反对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美国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者是政权对台海进行变更。那请问一下，台湾有想变更吗？没有当然是中国嘛。对，所以他是瞄准你中国讲说，我呢针对你这个，甚至是未来会干嘛呢？我把拦截飞弹的产量提高4倍，也就是我阻止你变更的方法，就是我来强化台湾，对，强化日本的国防跟军购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现场很多人一直在争辩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川普可是他有一件事情很没礼貌啊，什么没礼貌呢？刚好有一个日本记者，那个朝日的很多人说他曾经住过中国2年疑似有所谓的亲中的这样的立场，竟然在现场问说，你美国当时打伊朗，为什么不跟我日本先讲一声，先报告一声？就讲完之后呢，川普直接回答到一半，想不对，我干嘛跟你报告？他说不对啊，如果说讲 surprise。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？ 你看高市早苗的脸，就说你们日本才最会搞偷袭嘛，你还问我偷袭怎么偷，我还要跟你学。在讲珍珠港事件，所以你知道高市整个脸盖的，让很多人讲说感情不好，不对，我讲错了，为什么造了？就是因为比如说兄弟俩感情好才能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今天这个见面礼的时候，其实川普就已经表达是诚意自己。但这边呢，真的像恋爱实境秀。我真的今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对我吓死了。一下来之后，川普2个手打开，高市早苗马上悄的跑了过去，直接跟他抱在一起。我跟你讲啦，恋爱节目都没有像他们两个这么肉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男方在等待女方来的时候，来，川普先站在原地，他有一个很细腻的动作，他的手通常都打不太开，对不对？对，张开他打开了，打开说来这边，就是做事要拥抱。那个高市。小跑步带刹车，一个撑跌就整个扑上去。所以真厉害，这边2个人都很会演，甚至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晚宴就川普干嘛？他平常说大条不甩，自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来，他在干嘛？拉椅子，而且不是1只手拉，是什么？2只手。川普有这么绅士？Gentleman 我们讲，所以人家讲说，哇，这个恋爱的氛围已经开始起来。帮他把椅子慢慢往后拉之后，高市坐下来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谈感情一定不能少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音乐伴奏。结果我没想到有一幕让大家很惊喜。那一幕是什么？因为高市一直以来都用翻译来代表，他用日文去讲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他用日文去讲？不是他英文不行，他曾经在美国工作过，他英文一定很好，而是代表对于他们国家以及自己语言的一种尊重。所以川普不知道，以为说高市不会讲英文，所以就特别跟那个翻译讲说：“等，你先让他说，你才能说。”他是很有礼貌。本来想说要体贴高市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女方更强势，跟说 ：“No， 不用 ，It's okay。”老娘听得懂，大丈夫的，没问题的，大丈夫的，結構です。他直接跟他讲了，川普就吓一跳说：“所以你听得懂哦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那川普就反而就下面笑说：‘那看来下次是我要学日文，所以你没关系，等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讲日文。’一个美国总统跟你讲说，我为了你，我要去学日文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次我们知道，美国跟日本本来就有同盟，但是这一次去。
那个才叫做美日真正的同盟。他们在聊的是未来全球的战略、台海的部署，甚至第一岛链、能源等等的，可以互亏到这个程度，这才是真的同盟。甚至是他也知道高市之前受委屈嘛，日本国内很多在野党对他挞伐说啊，你之前讲台湾有事，美国都不支持你啊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支持日本，所以他支持我们，我们不感到意外，我们之间就是这种关系。对，而且我非常期待我延后之后呢要去的中国川习会，他说我在中国要干嘛呢？我会当面称赞日本，那你这不是洗脸中国吗？你这不是帮日本挺独吗？我跟日本吵得跟什么一样？结果你跟我说你要赞美日本。对啊，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就你在我面前去称赞我的仇人，所以你知道啊，等于是说呢，这整个不管是破格，或者是呢整个里面呢，就连称谓，比如说一般来讲哦，高市长嘛叫川普会叫什么呢？Mr. President， 对 ，Sir，Mr. President， 啊，他比如说他叫高市长苗嘛，他叫我们讲的首相啊，或者等等的，结果没想到他不是，他们直接叫什么？你知道？他说长呢。啊，长脑啊，就叫他唐娜哦，然后你知道川普叫什么？我听你越讲越觉得奇怪了。川普叫山那黑，山那黑早苗，早苗啊，这两个人互以名字相称。我就像我叫你一声轩一样。对，这个不太舒服，千万别这么做哦，我会感到不舒适哦。等于这是很恶心嘛，国际场合，但是我讲就是感情很好。而且宇轩，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这样，发现一件事情。高市早苗真的，他有一套所谓的预穿术。对，你刚刚讲很多，他预穿术完之后，他让这个所谓川普非常的高兴，非常高兴完之后，我们才接下来要谈的是什么？他真的有一套在，他非常的聪明。对，因为你面对川普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说啊，我只要这带东西给他，礼物给他就搞定了。你看南韩不就搞不定吗？对，南韩不是也是我们讲蹭杀蹭抠吗？那为什么？因为高市懂他的个性。你像这一段哦，就很经典。他这段他干嘛呢？比如说川普坐在那边。然后又有翻译嘛，所以速度很慢。所以高市新跟他讲说，我认为为世界的繁荣跟和平能够做出贡献的，唯有川普一人。然后讲到这边，他顿点哦，然后你仔细看这个画面哦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讲完之后，又翻译在讲嘛，他眼睛深情款款的，我真的没有跟你夸张，你自己看他的脸。然后盯着他，这样看着他，就我看着你，就像是我现在正在跟你讲话一样。明明旁边这翻译，你看到没看到？他就做这个表情，然后下一句说：为此，我会积极游说各国，致力于提供坚定的支持。所以他每一段话，他都会先包，让川普呢称赞他，而且把他捧到位，让他感觉自己独一无二。那随后呢，再提出了自己相对会 offer 什么，然后最后才是希望川普能够达成的诉求。而这个诉求，他也不会用口去开，会让川普自己开金口去讲，包括。我们刚才讲到的钻井以及阿拉斯加的天然气，还有对日本国内的生产，这些庞大的产值都会把美国跟日本紧紧的扣在一起。而你想想看，在战略上、在能源上，甚至是呢，在未来的半导体投资上，全部两国合二为一，而日本就会是美国在东南亚、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据点。体文老师，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，高市早苗到了白宫之后，他又喊出一件事情，就是 Japan is back。这让我想到的是什么？现在日本过去在国际政治上面它是很低调，但高市早苗回来之后，他跟川普难道真的是要成为来帮他说话那个人吗？是帮他代理那个人吗？是他在国际政治上面要大展身手了吗？你看，川普搞不定的事情，竟然高市早苗暗盘的帮他搞定了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高市的那个柔软的这个外交手腕啊，使得其他你看。基本上这些宣言的国家都是7大工业国，除了这个加拿大之外，当然荷兰也加入了。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高市早苗的外交手腕的确让这个川普以及很多国家刮目相看。对，你看当高市讲说 Japan is back， 那个日本已经回来的概念呢来讲的话，你知道是谁 out 了吗？中国已经 out 了。为什么中国 out？川普这个前几天不是才宣布跟习近平的川习会要延后1个月吗？对，他延后1个月的时候，刚好这个时间点就是他见高市早苗的时候，而见高市早苗的时候，高市早苗就给他送上一个大礼。这个大礼是什么东西？你不用老大，你不用开口啊，我私底下都已经小女子帮你全部都瞧好了，就把你所有的其他的大家要去护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，我日本出面，那也很奇怪哦，欧盟这些国家都很给日本面子哦，对，也就是说代表日本的这个能力是够的。我觉得高市早苗他心里非常的爽，为什么？表面上他阿谀奉承的这个川普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他应该拿到他要的东西。请记得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，他在众议院拿了几席？316席，对，早就超过300席以上。他的这个所谓的2/3以上的支持度呢，是在国内一个很大的力量。
而在国际社会，各位晓得他的和平宪法是谁帮他写的？美国是美国帮他写的，所以唯一只有美国才能够打开他的捆龙锁。对，现在来讲的话，请问日本自卫队要凭什么到荷姆兹海峡去扫雷，去执行相关的行动？他现在对外讲的就是什么？是情报收集。对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本来和平宪法还有日本现在的安保3文件都框住了日本现在目前的一个局势。对，所以今天高市早苗到了白宫之后，不要小看这一个场会议哦，他是美国川普打开了高市早苗的捆龙锁，说放心回去。你今天来讲的话，高市早苗在19号到达美国，3月14号在防卫大学讲话，他马上要修这个安保3文件。这3文件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、不一样的地方？各位知道，美日安保条约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日本被打的时候，美国来帮忙。对，但是美国被打的时候呢，日本不能帮忙，他没有互惠的。这个川普一直在批评这个没有互惠的东西。现在呢，高市说我愿意帮忙，我怎么帮忙？你把我捆龙锁打开，我全部都来帮忙，所以叫登短郎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概念叫转大人。所以你仔细去看了白宫发布的 flagship， 它里面的最后一段讲什么东西？大家都关注在台海那一段，但是其实最后一段他有提到一点，两国协调要在第三国面对战略竞争者以及流氓国家的挑战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管，比如说南海好了。美日就可以在菲律宾，在第三国，然后来挑战应对流氓国家，比如说中国它的挑战。现在在荷姆兹海峡，它可以在阿曼啊，它可以去挑战伊朗的这个流氓国家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全球事务，我美日携手，在任何一个国家境内，我都可以去应对流氓国家。那个流氓国家，伊朗啊、北韩啊、俄罗斯啊、中国啦，所有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。日本跟美国就携手同进，所以日本已经不是局限在它那个目前本州4国、北海道、九州这些地方的小岛而已啊，它是整个全球布局了啊。所以现在来讲哈，为什么川普要给他搬椅子坐？因为他座上宾嘛。你觉得川普会帮习近平搬椅子吗？不可能，他连他的老婆梅兰妮都没有帮他搬椅子啊，还帮高市长搬椅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助于川普他本身在全球布局当中，而我老大讲一句话，我不用自己去做，我那个小妹这个高市早苗就会把它全部都摆平了，所以这就代表说这一场的会议当中是一个成功的会议，而美国拿到他需要的东西，日本他现在也要借由美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然后在国际政治上面来讲的话，登上国际的舞台。瑞德哥，我们刚刚一路这样看下来，觉得日本成为带头之后，6个国家全部都加入了。但是我们台湾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表态？结果你跟我讲说台湾有啊，我心想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说这个敦睦舰队已经在默默出航，这出航之后，你说这是个很特别的讯号。就在今天，那么日本也宣布，他们跟美国合作的标3飞弹的 Block 2型，从现在今年开始。连量产增加4倍之多。你知道标3飞弹是什么飞弹？是美国到现在还不愿意卖给台湾的飞弹。对，他卖标1飞弹，卖标2飞弹给我们是防空飞弹，但是呢，标3飞弹都不肯卖给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标3飞弹它可以打下弹道飞弹，它可以打下洲际飞弹，它甚至于连卫星都可以打下来。所以你就是美国曾经用这个巡防舰直接发射标3飞弹，把人造卫星给打下来。你北斗卫星你的北斗卫星跟飞弹比起来，你觉得你的北斗卫星的数量会比标3飞弹的数量多吗？所以他这次直接今年开始，那么增加4倍的产量摆明了，你看12式的飞弹已经拉高到1000公里。马上要拉高到1200公里以上嘛，已经部署在九州了嘛。对。然后呢，战斧巡弋飞弹再来可能部署在这个琉球群岛，摆明了他的敌人跟我们一样，不就是老共就中共吗？那这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派海军去，我们也有扫雷舰啊。对。我们派去意思不是说真的多厉害。台湾的海军态度要拿出来。台湾的海军才多少？我想坦白，台湾的海军还多少？意思派几艘去，对不对？哇！不用真的到荷姆兹海峡啦，你到附近川普都送了啦。王永庆依他的个性啊，这个人就很好哄嘛，你是给他面子，你就给他面子就对了吧。从2月26号开始，台湾最大的油弹补给舰2万多公吨的磐石舰，
跟我们2艘飞弹巡防舰对出海了，哦因为每一年都有敦睦舰队嘛。对那去年是小敦睦，今年是大敦睦。大敦睦就是要可能除了小敦睦，像去年绕到南太平洋的岛国这些包括马绍尔群岛这些，那如果是大敦睦的话，会到中南美洲，甚至越过巴拿马运河，对不对？来一个可能2-3万公里越过赤道啦哪里啦？大敦睦，而且今年大敦睦比去年多了6天的航程之外呢，不公布。那么他到各港口去，或者到我们的邦交国去，各港口做什么行动，事先都不公布。对，那都不公布，我们更好玩嘞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马绍尔群岛了。那我们的大使馆公布了1天以后，有什么行程，有什么行动，突然间把那一张的这个行程表给撤掉了。你知道那张行程表撤掉代表什么？撤表，对，就这一张。照理来讲，你不应该撤的。你不是这件不是好对，事吗？因为你就要宣传我们的2艘飞弹巡防舰上面呢，那么我们配备该有的雄2、雄3飞弹这些，还有防空飞弹都有，随时都是集弹力。后面还有个大奶妈磐石舰在那边嘛。那么你要知道因为前年跟去年都出现一些不承认，海军不承认，但是外媒讲的沸沸扬扬的，说我们曾经在那么南海附近，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附近的外海，跟美国的舰队进行所谓的弹药补给的互相训练，还有彼此的直升机互相降落。那我们国防部呢一向否认，海军也不赞成但意外让我们知道，磐石舰2万多吨的磐石舰，竟然可以直接停泊进去太平岛。我们花了17亿在太平岛把港口疏浚嘛，是要停4000公吨的，它2万多公吨可以停得下去。我请问你，美国如此一来，除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跟美国的2栖船坞舰之外，其他的船是不是也可以停在我们的太平岛上面？那么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们的敦睦舰队到底要去哪里？下一站是哪里？有人猜是中南美洲，有人猜说会不会要到南海去？反正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只要我们嘴巴讲有这样的诚意，我相信川普知道一定非常的高兴嘛。那虽然我们国家的政府说没有那个需求，我相信川普也不需要你啦，因为川普需要的是面子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